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本来我对再婚并没抱有什么幻想，是他的出现让我重新有了一丝希望。他之前承诺会对我和孩子好，可在一起后，他却觉得我的孩子是个累赘，给我们娘俩花钱是种浪费。他现在的态度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来，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周先生29岁，来自吉林，酒店管理；女嘉宾刘女士33岁，销售，来自吉林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，跟欢迎龚老师好。啊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老师好。您是一个单身妈妈，对，我是一个单身妈妈。孩子多大？孩子今年9岁了。这是您现在的男朋友？对。谈了多久？谈了1年吧。小片里说，现在他承诺您的事儿都推翻了，是吧？因为你看，我之前有段失败的婚姻，他呢还没结过婚，就是说我当时也比较犹豫。之后他让我走出这一步，是因为他做出承诺，说会对我和我儿子好。但是随着这个处的时间长了，我觉得他没有做到他承诺的那样。像前段时间给孩子买手机，因为我儿子是长托，跟他说，我说我买手机花了4000多，他就让我退了。一个9岁多的孩子买个手机花4000多，而且是个小男孩。你说现在正在学习阶段，你说买这手机，你是为了让打游戏呢，还让刷视频呢？是。完再一个咋说的，就是我们家庭条件本身没那么好，给个9岁多的孩子买4000多手机，我感觉的话就有点太夸张了，有点。老年手机就行，那倒不至于。咋说？你说整个1200块钱的，是不是？咱拿这也不丢人，对不对？孩子有利啊。对，我感觉就但是说孩子因为长时间不在我身边嘛，是放在老师家长托，单亲家庭，孩子缺失的这些关爱呀，他也比较多。他缺失的是关爱，缺失的不是高价手机啊。对，但是前提是这个关爱呀，还有陪伴呐，都没有。我希望在物质上多弥补孩子一些。那你弥补不了，这物质哪有个天花板啊？还有啥？我买衣服买鞋，他也说我不是你给孩子买衣服这正常，但是我买的衣服也不贵呀。是不贵，那你说你一个季度给一个孩子买了10多套衣服，不可能说可一身衣服造吧？我是不是得给多备2身衣服，让他有换洗？我觉得吧，咱说一半行不行？一个季度咱买5套衣服，你往家里放1套2套的，剩下几套在老师家，是不是也够了？你说对不，主持人？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想法应该不过分。你做过爹吗？没做过。你没做过爹，你问这个孩子他爹说对不对？你说孩子他爹怎么答你？对吧？就是有的时候，因为他没做过爹，所以说他理解不到我这种心情。我给孩子报了个补课班，他也说孩子不是学习这块料，怎么地，我俩因为这事儿也吵。你给孩子补课行，你是不是不能说是孩子说啥你就答应啥？再一个，家里本身有这个正常一个生活开销在这块，你是不是衡量一下就是家里这个钱够不够用的问题？你说家钱不够用，咱们可以想办法。那孩子想学习，他想上补课班，他有这个积极性，我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？可能说是你带他去补课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他过去，但是孩子正常在家的一个学习状态我看到了。我正常我在辅导他写作业的时候，就那一篇小字30多个字，他至少得给我写30多分钟。我问一句吧，花谁的钱啊？我的工资不够，他贴补的。那你工资不够，没有他，这娃不就不能享受这待遇了吗？但是说他的出现呢，也是让我看见一些希望，也是让我有了一个依靠，我也是比较依赖他。但你这么说的话，你不属于道德绑架我吗？你可以去弥补你对孩子亏欠，你这方面你是不是可以先问一下我的想法，或者看一下我的能力，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去做呀，对吧？咱把孩子就放在一边了，好不好？说说你们俩吧。实际上面，我现在理解就是女生是需要男生做经济上的贴补的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这钱够用吗？我正常我几乎不怎么花钱，我生活开销除了冒烟，别的没有任何开销，挣的钱呢全贴了，钱都归他管是吧？不是归他管，他这边不够，你说我肯定得给呀。你说毕竟说两人在谈恋爱，你无论说结不结婚或者他谈恋爱的时候，咱作为一个男人，咱至少说得为另一半就是去着想，去付出一些。但是我觉得你处处都在限制我，因为我长时间不陪伴孩子，但是我需要回家，有的时候我回家看孩子，我俩得有住的地方吧。但是说我租了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他觉得这个房租来说，对于我们的生活经济产生了一个压力。你租这个房子，从你说回家住那几天来算的话，那住酒店都比租这房省。你像啊，就是现在的话，咱好好计算一下，咱正常一个生活开销，孩子那边光给老师的钱1月就得2、3千块钱，你这边买衣服买鞋乱糟的，1个月花就得1000多块钱。
你这边你自己的个人生活费，每月就得固定将近3000，就别的咱先不说了，孩子就是学费啊什么，或者后添加的补习班啥的，这种咱都不算，还那租的房子都不算呢，就固定要7000起。我的收入呢，每月加上我做兼职啊什么等等的呀，就是我一月就是能挣个7000块钱多点吧，也就那样了。他的话就是4000左右，每个月的话就怎么讲呢，就是入不敷出。孩子的父亲不给孩子生活费吗？孩子父亲呢，就一月拿500生活费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他确实说拿不出来。你别给我提孩子父亲，那玩意儿啊，你说孩子抚养费你掏不起，行，我可以理解，那还能找你要钱啊？他没有说找我要钱，他给我发微信，那个是我能不能借他500块钱，他说他用几个月之后还给我。咱就这么讲，一个40来岁的男人借500块钱，还得说几个月之后还你，你说就正常来讲的话，就只要带点脑子，这钱能借不吧？这不能行。哎，你们俩这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很迷茫，我的眼前就是一片黑暗啊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有打算，你说说。因为现在各个方面的花销啥都比较多。听出来了。我想跟他说那个回家自己做点啥，这样孩子能接到身边来。孩子这个2-3天。你想跟谁说？我跟他说。那你为啥跟他说？你自己回家做事儿不就完了吗？但是毕竟现在我俩是在一起的呀，他觉得我是拿他当长期饭票怎么的，我没钱我就找他。但是说当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想好好过日子，我也想说再组成一个小家。你回老家做什么呀？想回老家做一些小吃之类的，孩子接到身边，这样孩子一月2-3千的托费是不是省下来了？我当时我这么说的，你说你回家要回家做小生意啥的，我说行，我可以理解，我也可以支持。你这样，你先思考一下，你想做什么生意？你告诉我，告诉完我之后了，咱再商讨。后来他跟我说啊，说要做小吃。完我跟他说，我说那现在的话，咱俩最大问题在哪儿呢？没有启动资金。我说现在的话，你要是想做买卖可以，你现在你好好上班，给我上3个月。这3个月咱俩就尽我所能，咱俩把这个启动资金攒一攒，攒完了之后，咱俩回家创业试试，成了咱就干，不成咱不行咱回来直接打工都行，我可以陪你折腾，这不挺好吗？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？最近这几个月一说这事我头老疼了，真的。就怎么讲呢？你说家里孩子本身都养不起了，还不好好上班。但是我不能说为了上班为了挣钱，孩子就不管不顾吧？你搁啥顾？你连经济都跟不上，你给钱顾咋顾？本身他从小就缺失父爱，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那你说你再不管他，他孩子会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啊！我跟没人要的小孩是在老师家住，别孩子都回家，他自己还在老师家住。一月都不管，那可能吗？咱这么讲啊，就是啥呢？你心疼孩子理解，但咱已经既然出了打工了，你说不能做到这样。他最近这几个月，最长的1个月请假请了半个月，正常这么打工的话，你说哪个老板能会用他？请假请半个月那次是因为赶上假期，说可以不请假，你可以经常出来，你放在家里头，下班回来之后了，看孩子行不行？可是接到长春来把他自己放假，我也不放心呀。哎，那你要不谈这个恋爱，你这儿子怎么办啊？我特别好奇啊。我不谈的时候，我自己就是也可以照顾这个孩子，只不过就是说过得比较辛苦一点。那就接着辛苦过呗。可是他出现了呀。你叉着腰干嘛？谁叫你出现了？我的问题，那可不就是你的问题吗？这是我的问题。人现在就说，而且他当时追我的时候，你问他，他也不是说他追我就答应了。我当时也比较犹豫，他追了我3个月，他最后让我走出这一步，是因为他跟我做出承诺。不是2个人1月挣1万多块钱，就正常。我感觉大部分几乎绝大部分家庭了，1万多块钱养个孩子，绝对能很好养了，绝对养得起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是。但是你说你这个方式养，那我不能说临阵退缩，我直接跑老远了，我嗷嗷掉，就养不起了是吧？他也太瞧得起我了，我哪有那么大能力啊？哦，明白了。哎，这个见过你们家的长辈什么的吗？见过。啥意见啊？我妈这边就比较反对，完了我说这个事儿你就先不用管，这个事儿吧我自己做主。可是你现在处处看我都不顺眼。那是我处处看你不顺眼吗？1个月拢共去我家就去2趟。就那2趟去了，你说再累你再难受，做饭的时候你拿满伸手，不伸手说你说行，阿姨你做饭用不帮你忙啊？过去给个动作，你过去帮忙，是不是？你不需要别的，你可能好，你做饭不帮忙，吃完饭之后了，凉水一抹往沙发一拍，手机一摆了，就这状态，你说我妈没有说不帮你妈干活，对吧？人都有不舒服的时候，而且1月就去那么2次，去那么2次可能就赶上休息的时候了。我没有说不干活，那吃完饭了，我坐那儿歇会儿。你歇会儿，你说句话，就哪管这活你不干都行。说阿姨，你先回屋，或者你在沙发看会儿电视，你等会儿由我收拾。我这刚吃完饭，我不想动，我先待一小会儿，你不用动，阿姨。你说完这话之后，我妈要再说你懒，那是我妈不讲理。
那我没想到的事情，你想到了，为啥你不能替我圆一下子呢？我啥都得替你圆，你连说话我都替你说，吃饭我用得起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。不是你确实，你这33岁了，你这应该明白啊，去人家我还比你小，你说啥我都替你想，我啥都得替你去干。我不是说到那儿一直都不干活，该干的时候我也干，那偶尔谁都有不舒服或者累的时候，对吧？其实就是他跟你母亲的关系处得并不好，是吧？我这面我都能从中在调和，就我妈她只会跟我去说她这不好那不好，但我都会把这个事儿给她平下来，平完之后，他俩平时生活中见面的时候，绝对是正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关系，不带有一点问题的。哎，你还想跟他处吗？挺质疑，就是你跟他谈恋爱之后，发现突然这个担子重了，是吧？不是担子重了，就是他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，超出我的能力范围，就好比跟那啥似的，就是让我这渡劫似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渡。你就这个雷我怎么接，我不知道怎么接。你说你自己上班你是干个兼职，兼职好的时候可能挣的比较好一些，兼职不好的时候一月可能就接着这一个活，而且你上班没有时间去联系这些活啥，都是你朋友，你们兼职干完晚了，你们是不是得吃吃喝喝？那不是一笔开销吗？我就这么跟你讲，你说我他有开销是他自己的事儿啊，你现在不能说因为你跟我交往了，你就得给我养儿子呀。我这么说吧，他要不给你养儿子的话，您还跟他接着交往吗？那如果说现有情况下他对我儿子不好，那指定是不能交往，对吧？就是说哪怕你对我差点，脾气可能对我没有那么好。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？就是说我希望他能考虑一下，就是考虑清楚我俩之后的路，还有就是说包括因为他是头婚嘛，如果说我俩有孩子了，我希望你能对我儿子。你先别想你们俩有孩子好不好？对，别想这个问题了，这个问题我都不敢想。对，你这不敢想是现实，不敢想。对，我劝您也别想，咱先把眼前这些事儿想清楚。对，听明白了。现在女生实际上面很依赖男生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自己单身一个人带孩子很多年，他出现让我特别依赖他，是吧？对。你现在想跟他能够再稳定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听这意思是吧？对，有点逼婚的意思是吧？没有。啊，确定哈？确定。这姐姐还喜欢吗？要是说一点不喜欢吧，我都不会陪他折腾这一趟。你再说，行，还是有喜欢的，但是就是负担太重，是吧？这姐姐要会理财什么的，有点这概念，还挺好。你这东西你是需要未来铺下路的问题。是孩子就是不能孩子或者咱们自己往后的开销是越来越大的。懂？干了那么多年的活，跟你谈了1年恋爱，口袋就空了，这恋爱我还敢谈吗？啊！曾经也挺苦的，因为遇到了你，我跟我儿的生活有所改善了，现在依赖了，咱这关系还能继续吗？各位老师，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姐姐你对弟弟有点不公平。哪方面不公平了？经济上也不公平，情感上也不公平。我们要想清楚一个事情，你在跟你儿子相处的时候你是一个母亲，但是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他的恋人，但是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不是他的恋人，你只是一个母亲。你是这个感受吗？我的感受其实比较简单，就是说啥呢，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谈恋爱不是在跟他谈，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嘛，是不是在跟他儿子谈，对吧？你们俩之前能够在一起，你对他有吸引力，那是出于你母亲以外的身份，仅仅你只是一个恋人，仅仅你只是你自己，你是一个女孩子，所以他被你吸引，他喜欢你。但是现在就是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本身的责任，然后你去强加给他，让他来为你的人生承担责任。这个事情其实从一开始这个心态就是不规正的。那个我打断一下老师，就是你把这个责任强到我身上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要求的是啥呢？是2个人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，而不是强加在我身上。我不可以接受。你可以让他为你付出，但是你要让他在付出的过程中得到肯定，同时你要让他看到希望。明白。你要让他知道说你是爱他的，你是对他有感情的，而不是你的全世界只有你的孩子。你作为一个母亲来说，你的世界里都是你的孩子，没有错。但现在你们俩是一对儿啊，你要在意他的感受呀。还有第二个就是，当你伸手问别人要钱的时候，你态度就不能那么强硬。但是我觉得我俩能走到一起的，那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对吧？你们俩现在是一个家的一份子吗？你俩现在是一个家吗？能走到一个家再说吧。现在没走到一个家。但是处对象你不得以家为前提吗？你不得奔着结婚去吗？人家也没有跟你玩啊，人家是能力不够啊。
你强迫他现在干啥呢？他能给你变出这些钱来？他没有付出吗？付出了。他没有想成为你的一份子吗？做了。他做不到。在他做不到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勒紧裤腰带，看看怎么过。他年纪是小，他单纯，否则他不会把这个他根本就揽不了的瓷器活往自己身上揽的。他现在是属于他自己上刀山了，他害怕。你说的我会考虑考虑，我会想一想。如果你真的你喜欢这个人啊，因为他现在跟你走到这才多久呢？快1年。对，他说他干不了了，所以你对他的情感期待也好，对他的经济价值期待也好，能不能够符合你的标准？而且你是不是真的以爱情为本位跟他在一起？全场听下来没有这样的表述。弟弟周先生，你好。你要想明白一点是什么？就是你为爱发电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要为爱发电的结果是你能不能负起来这个责任。爱是有代价的，想明白你到底有多喜欢他，不要耽误别人，也不要耽误自己。好的。我特别想问一下男生啊，最开始你选择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刚开始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吧，就是对我挺照顾的，可能说我选择找比自己大的，可能就是想着说我希望他能懂点疼人，我付出的时候你给我点那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。我明白，就是你觉得找到他，他最开始带给你的那种感觉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啊。对。但是你一开始想到了离了婚的自己还会被一个年下的弟弟喜欢吗？我当时没有想到，并且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那一刻觉得不可置信吗？是的，我也犹豫了很久很久。你当时的犹豫那个点在哪儿？就是说，因为我带个孩子，他没结过婚，他一是不能理解我做母亲的一个心，可能对孩子方面我俩就是争论比较多一些，会不说那么细致。但是被一个年下的弟弟喜欢，而且他没有结过婚，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自己还不错？没有，因为当时我感觉他可能就是冲动心血来潮但是你考验了那么久之后，你依然他还这么坚持着呢，他打动了你。对，因为追了3个月嘛，这期间被他打动了，完了之后也给了我一个就是说重新相信爱情这个勇气。但是我看到了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因为被爱而有恃无恐，两个人在一起组建一段新的亲密关系，你们都要对这段关系去付出你们共同的努力，不是寄生。而且他现在表达出来的所有的这种情绪也好呀，参与到你对于孩子的各种教育也好呀，其实他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现在你这么去支配你的生活，或者说是布置你的生活，他承受不起了。他对这段关系觉得有一点动摇了。动摇的原因不是你怎么样，而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，你对于你们的未来没有长期的规划。第二点，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的感受，无论是跟你现在的男友之间的感受，还是说你跟你儿子之间的感受，我觉得你都把你的感受放在了第一位。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，在整个你的这个故事里，我觉得最刺痛我的就是这个9岁的孩子现在是寄养在老师那里。这是一个最需要和母亲建立依赖和安全感的年纪，但是你不用说你付出多少，他刚才提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，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呀，再难咱们也能挺过去。你相信自己有这个本事吗？你没这个本事，你为什么要承载他的抚养权呢？因为我觉得自己生的孩子自己比较心疼，而且我就是说当母亲的，我觉得孩子还是放在自己身边我最放心。是，但是你我没有看出你心疼，我看出你补偿了。2，我没有看到你放在自己的身边，你选择的是每个月拿出1个星期的时间回去看一看，陪一陪，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与义务。你作为一个妈妈，你依然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了。所以说在这段关系当中，不是说他含糊，他打退堂鼓，是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都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索取的东西太多了。而且你的生活只能你自己担起来，谁都没这个义务。说到这儿，你离婚几年了？4、5年了。这么久的时间了？对。那你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啊？你一点生活规划都没有，过了今天不要明天。我就认真看了一下，你们生活在长春，对吧？老家应该是小地方，是吧？
一个孩子一个月要花这么多钱干啥呢？你不就是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他很爱你，他一腔热情，他愿意拿出他所有的东西给你，所以你就赶紧造呗。我能让我的儿子享受一点好的生活啊，多几千块钱补课，我赶紧让他这么过日子，指不定明天这经济来源就没了。如果真像你刚才说的，你想再成立一个小家庭，那是要精打细算我们这一个月1万出头的收入怎么去规划未来。你现在挣4000花7000，明天他说姐姐我受不了了，我得跟你分手，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怎么跟儿子交代？儿子这个月还能花3000，下个月妈只能给你300了。你真的要开始规划生活了。我觉得单亲妈妈没有问题，为母则刚也好，我们作为女性要去独立生存也罢，你要去培养自己这样的能力啊，这样生活规划的能力。我觉得你根本不是爱情的问题，你也没爱上他，你就差不多吧，逞英雄逞差不多了，咱也逞不动了是吧？你自己也是太冲动。爱一个人是需要激情，但是激情要在理性之内，否则你落了啥？最后落了个名声，说我男朋友不管我，嫌弃我儿子，所以他跟我分手了。你说你亏不亏？下次再谈恋爱，量力而行，要真心相待，但不是不做规划、无理智、无头绪的去爱。那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，你也不开心，他也不开心，何苦呢？两个人在1年当中的关系里，只让我看到你们两个人都想走捷径。女生很明显啊，想让自己孩子过得好点，想让自己现在生活改善一些，找一个挣得比我多的，花你的钱，这样我能走一捷径接近幸福。但你对这段感情没有抱什么过高的期望，因为你说了一句话，哪怕你对我差点，后面要说什么呀？对我孩子好点也行。没有爱情，凭什么要养你的孩子呢？男生也一样，一开始一定是做出承诺的，而且一定是奋不顾身的付出的。时间长了撑不住了吧？对。难道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流露表达就一定是钱吗？一定是说我爱屋及乌，你够爱他吗？你要真正爱他，真正的方式是什么？是只是花钱吗？不是的。所以都撑不住了，所以咱就别装了。这么一个苦苦的挣钱的人，哪有时间跟你谈恋爱？你每个月既要看自己孩子，然后又要去那边租房，还要再做自己工作，那有时间你们俩谈？你们俩之间的话题我认为很少，要不就是孩子，要不就是些现实的压力，没有感情，何必强求？就这样。行了，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。今天通过老师说的这些话，我也想了一下，可能之前我的做法确实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没有考虑到，我也不太会规划，或者说对金钱这块我也不太会去理财。但是还是那么说，就不管怎么样，孩子这个是不可逆的事实，我也希望你能就是说再好好想一想，考虑清楚。我希望呢，我们之间这段时间我跟你说的所有话，选到重点，仔细想想，好好回想一下，想想我跟你说的规划，都去走一走吧。这段路我退了。那你想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谢谢各位老师。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主持人。好，谢谢两位啊，来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挺好，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找到真的你们爱的人，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